大家好，我是大蜡烛，一个喜欢研究公司的 UP 主。这一期就跟大家聊一聊2020年的滴滴。大家对滴滴快滴的补贴大战、顺风车乘客事件都记忆犹新。顺风车事件后，滴滴收起了扩张的獠牙，而今年滴滴又推出了专门收割新司机的花小猪打车，以及重启快递品牌。为什么滴滴始终能够疯狂融资呢？为什么今年的滴滴更激进了呢？前后融资融了20多轮，但实际呢，这5-6年间，我接触过的投资过滴滴的大佬们，多数还是蛮后悔投了这家公司的，甚至其中有一位大佬还被滴滴的司机打过。等着上市摘桃子的投资人都快忍到了极限。而来自投资人的压力越大，滴滴就越功利于短视。这期就跟大家聊一聊滴滴出行在资本市场上的逻辑，以及滴滴未来的新套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家被资本强行催熟的公司，我们会发现滴滴扩张史上有3个飞升签约的关键节点，每次增长都跟企业内在的价值关系不大。先是2011年12月 Uber 获得门罗风投亚马逊高盛的3200万美元 B 轮融资。顺便说一下，吉利德的创始人就是从门罗风投出来的。 Uber 股指暴涨，于是共享出行的概念在中国立刻就火了，很多团队开始做共享出行。2012年离开阿里的程维，先是获得了老上司王刚的70万投资，创办了滴滴，很快又获得了朱啸虎的300万美元融资。程维出身阿里中共铁军，最早是做地推销售的。马云曾说过，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当年的中共铁军，堪称地表最强地推团队。早期的阿里销售们，早上8点背着硬皮书包坐上公交、摩的小巴，去拜访各个乡镇的工厂，推销阿里当时的外贸网站中国供应商。带硬皮书包是因为当时各个工厂都会养狗看门，只有硬皮书包才能保护资料不被咬坏。而程维其实在做滴滴之前，并没有什么创业经验，他出生于上饶市铅山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卖过保险，干过足疗销售。在加入阿里之后，积累了丰富销售经验，曾经是阿里 B2B 最年轻的区域经理。当时 VC 中 Copy to China 的模式依旧是主流，就是国外个啥，国内也要投个啥。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本身跟 Uber 的投资方 Benchmark 比较熟，所以朱啸虎在成为创业前就在国内找过很多类似的公司。滴滴的出现，尤其是成为的阿里背景和强大的搭建地推团队的能力，让他眼前一亮。很快，朱啸虎就给程维与王刚送来了300万美元的融资。程维的地推能力也没让人失望，当时国内多数的司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所以有的打车软件会花高昂成本直接给司机送平板来用。比如当时与滴滴同城的百米出租车是盈泰地产孵化的，刚创立公司就有上千万的资金，补贴最凶猛的时候，北京10万名出租司机中有1半都用过百米提供的定制平板电脑。很多机构也想投资百米，但是百米觉得做个打车软件而已，我们是地产背景，不缺钱。百米出租车也确实财大气粗，在起步阶段就注入了上千万的资金，而滴滴最开始只有程维和王刚凑的80万。那滴滴在北京取得的用户增长的一个关键方式，就是程维带领的地推团队把这些用于市场教育的定制平板都给刷机了，全装上了滴滴，老白嫖怪了。虽然很多媒体说程维创办滴滴是因为阿里频繁出差不方便，所以就想改变中国人的交通出行质量，但我更乐意相信这个方向是他受王刚影响选择的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以 Uber 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风靡全球时，国内的共享经济这个泡沫基本就是王刚、朱啸虎俩人投出来的。除了滴滴，王刚本身也投了无数的共享概念的公司，光是后来和朱啸虎合投的就有小天科技搞共享充电宝的，123搞共享衣橱的，1个月一租，摩机变搞共享货架的，回家吃饭共享厨房，还有 ofo， 这就不用说了，我押金也没退回来呢，所以多数公司都凉了。而这些的万恶之源就是共享出行。但是呢，早期优步除了打车，还有 Uber Rush 同城快递，还有 Uber Eats豪华车外卖配送功能。虽然滴滴只有一个打车，还是借着 Uber 共享概念的东风，先实现了第一级跳跃。在杭州的快递打车也拿到了阿里与经纬的投资，并放出消息后，腾讯很快和滴滴谈妥了新的投资。BAT 中的2家已经加入打车软件战场，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滴滴的第2次跃迁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全球罕见的打车软件烧钱大战了。2014年的滴滴快滴为了抢占市场，展开了疯狂的补贴血战，表面是2家创业公司的火拼，实质上是腾讯和阿里在移动支付领域的战争。我个人很确定的是，在腾讯投资滴滴之前，腾讯已经对美国移动 APP 与信用卡之间的使用场景有极深刻的认知了。因为腾讯的2支神秘的精锐部队同期也一直在美国实战，这段目前国内应该没有任何媒体讲。这2支企鹅部队
一支是负责投资的部门，一支就是负责微信出海的部门。办公地点也是在 Palo Alto 的一个低调的小教堂里。虽然近几年阿里出海动作也非常多，但如果回到13、14年，腾讯在美国投资的科技公司数量当时是远超阿里的。腾讯硅谷的投资团队做了很多布局，但与之对比的是，同期的微信出海团队领到的任务是快速啃下移动支付在美国市场这块硬骨头。后来团队耗时3年，试图打通各种渠道关系，但根本无法撼动信用卡的生态系统。当时他们负责人跟我讲，在颗粒无收之时，压力也是大到头发都快白了。当然好处是腾讯也确实借此把信用卡与互联网结合的场景研究透了，所以腾讯才敢于支持滴滴挑起补贴大战。一开始合作滴滴只做了1个月400万预算，没想到马化腾一上来直接批了1500万，一天花完，而且首月花了1个多亿。成为签字的时候手都在抖，当时人们都说腾讯有魄力，但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花这些钱简直不能再香。因为腾讯同期依靠滴滴打车，在国内每拓展一个微信绑卡用户，成本才10块钱。微信支付2013年才推出，此时支付宝已经深耕了10年之久。打车大战外加外卖大战，只需补贴10几个亿就能与支付宝分庭抗礼，简直不能再香，这买卖还是很划算的。期间滴滴因为增长过快，服务器跟不上，马化腾立刻调集了一支技术部队，一共50人支持滴滴。这50个人都是做开心农场的技术高手。对，当时开心农场的高并发流量并不比阿里的双11低。这些人连续通宵了7天7夜，其中有个程序员连续7天隐形眼镜都没有摘，最后摘不下来了，去医院才能搞定。也有人因为爆肝太久，最后出现了地震的幻觉。竞争激烈时，与美团、饿了么一样，滴滴快递的地推人员也会发生高频的打架事件，打得头破血流的那种。滴滴小局车服的伊恩波为采访时也说过，打起来是常有的，我们只有2条要求，不许先动手，动手的不许打输。所以在滴滴飞升的第2个关键点，本质上滴滴与快滴都是2大巨头推广移动支付的代理人，企业的增长更多来自于满足巨头的意志，并不是用户价值的释放。这一场大战也直接烧死了40家打车公司。滴滴脱胎换骨的第3个关键节点是柳青加入。柳青加入之前，滴滴的融资一直被快滴与阿里压一头，但柳青入局之后，滴滴立刻成为融资怪兽。其父亲本身是商业教父，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柳家，面对柳青的首次互联网创业，那肯定也是重视的。而神州租车 Uber 中国也是跟柳家渊源也很深，靠柳青30多岁就可执掌亚太高盛的信誉，滴滴起飞了，并且柳青在16年演讲时说，滴滴在中国出行市场的渗透率是1%，有着巨大的空间。想到这里，我想起来 OFO 的戴维17年也公开演讲说，2020年全世界将没有人再买自行车，大家当时都可相信了，要啥自行车？那么到了今天，为什么滴滴还没上市呢？因为未来出行的故事快讲不下去了。近3年，滴滴确实没有为未来出行做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从出租车去切其他的出行方式，也确实没场景。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们订飞机票，顺便预定一个专车接送，这个消费场景很自然，但是我用 APP 打个车，顺便在 APP 上订个机票，根本就不太可能。投资人们想通了这一点，会发现滴滴当初画的饼确实太大了。讲到这里，能理解的同学可以打个1哈，逐渐听不懂的打个2。那滴滴未来成为一个智能驾驶的城市大脑，这种故事能讲下去吗？我觉得也难，因为随着汽车越来越智能，未来人的智能出行场景从智能手机迁移到智能汽车，这是大的趋势。而现在那么多家智能车混战，各个车厂都还是会把自己车的数据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意味着滴滴作为一个 APP 的市场份额是会被逐渐蚕食的，主战场直接遭遇跨界打击，与新的趋势抗衡会非常难。我不是说滴滴整合无望啊，但是这个市场非常难打，整合未来所有厂商的智能汽车，比让司机们都自己安装打车软件难多了。更恐怖的是，滴滴端默认的是腾讯地图，腾讯作为滴滴曾经的爸爸，去年也注册了腾讯打车、腾讯出行的商标。为了防守呢，故事大王滴滴近期开始了品牌拆分战略，包括大力的宣传新品牌花小猪打车，用拼多多的拉新方法增加用户数。所以我认为这次滴滴是想用智能出行渗透4、5线城市下沉市场的故事，再割投资人一波，做上市前最后的冲刺。因为拼多多今年股价直接上天了，说明下沉市场的故事好讲啊。滴滴用拼多多的打法再
再次让出行行业升级，滴滴继续拓展下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关键这故事美国人没准还真信，毕竟你让美国人再怎么畅想，都想象不出一个县城里能有多少拼车 QQ 群和微信群。像我去一些小镇开会啊，很多出租车的上车地点其实是固定的，没那么需要调度。那接下来是本期视频的正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花小猪如果真的在4、5线城市获得了极高的市场份额，也是很值得警惕的。都说这大家可以公平享有闲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会从生产关系层面彻底改变社会。其实这就是个伪概念，实际上大家使用的并不是社会闲置资源，而是租赁商业公司搞来的标品。你当初骑的 ofo 小黄车是 ofo 自己生产出来的标品，然后租给你骑的，并不是你的邻居大爷把他闲置的车共享给你的。你借的共享充电宝也是生产出来的标品，按小时租给你，并不是把小红闲置不用的充电宝借来给你。至于后来一堆公司做共享健身舱、共享马扎、共享篮球的就更搞笑了，就差整个共享电脑开网吧了。那滴滴的车呢，如今走的路线是和车企合作，把车高价租给司机的模式，比如杭州满大街全是荣威。但鼓吹共享概念有个实在的好处，就是不用给司机们上五险一金。在共享经济时代，平台加个人的新用工模式与传统企业的用工模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平台经济的规则总是扑朔迷离，劳动报酬开始模糊化，权益标准也不准确，当然也无需培训。而当我打开下载好的滴滴车主 APP 时，注册页面里默认同意的法律条款与平台规则中的专快车平台服务协议有写，我司与所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仅存在挂靠合作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等法。另外，像滴滴美团这样的企业变得越来越轻资产，因为连生产工具都不用提供了，这个模式太高级了。车你得从我这儿贷款买，车保费你得自己交，对企业来说连固定资产折旧都省了。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得被保护一下。那我估计，如果花小猪进入了4、5线城市的市场，肯定也是用劳动派遣的方式。而且4、5线城市的业态和1线城市有很大不同。1线城市的司机从业者理论上可以选择多个网约车平台工作，对冲一些风险。但在4线城市，基本上是一款 APP 通吃。如果未来滴滴再借此推销租车服务，或者要求必须贷款购买某款车才能入住，这就成了不仅没有五险一金，还要挣钱支付网约车平台的金融贷，享受双倍快乐。可能有同学会问，那我不租指定的车不行吗？这个问题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下次打车时和司机聊聊。其实有很多人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暂时谋生的手段，但因为一时着急或者很难合理计算好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未来反而要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离自己的梦想更远了。顺便也说一下，如今华尔街对 Uber 主要的期望也就是 Uber 金融了，通过金融工具与司机实现深度绑定。当然滴滴接下来也会这么做，也许他们都忘了，一家科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来自产品创新，而不是以投行思维只关注季度数据，或者是以销售思维只关心业务规模。所以我真的希望滴滴出行未来能够以用户与司机为中心去运营公司，去创造真正的社会价值，承担起一些社会责任。也希望有更多完善的法律能给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倾斜性保护，来处理这些处在中间灰色地带的劳动关系。毕竟我们的世界发展到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多么的不易，优秀的公司赚取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滴滴的人心在哪里呢？